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哥。经常有观众问我们，对于 Windows 阵营的高端轻薄本应该如何选择？因为还是有相多的职场人士有这个需求，而且也愿意花个1万多买个核显本。毕竟是拿来工作赚钱的，自用的舒服最重要。那今天我们就花了快5万块钱自费购买了 XPS 13 Plus、联想 ThinkPad X1 Carbon、华为 MateBook X Pro、LG Gram 14 4台高端轻薄本。都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热度比较高的型号，做个横评给大家购买，做个参考。因为是自费购买，本着尽量节约的原则，虽然都是高端本，但尽量去买低配版，因为 CPU、内存、硬盘这些真的用不出太大区别。而且厂家的升级价格太过智商税了，15999元的戴尔 XPS 13 Plus i7 16G 512G 版，无缝的极简键盘设计，看上去非常惊艳。第一眼看到你肯定会惊讶，笔记本还可以这样设计，但没办法，国行最低配就要16000起步，强行 i7 加 3.5K 的 OLED 屏幕 ，F 就只能买老模具的 XPS 13了。而美行是可以有 i5 1080p 屏幕的 Plus 版本的，9999元的联想 ThinkPad X1 Carbon。i5 16G 512G 版，黑色的碳纤维材质，看起来中规中矩。虽然感觉一直在吃老本，但是毕竟老牌的商务本了，就不搞很花哨的外观了，或者说换个说法叫致敬经典，还不错。有 i5 可选 ，i7 要贵2500块，妥妥的抢钱啊！11799元的华为 MateBook X Pro 微容典藏版墨蓝色 i7 16G 512G。算是笔记本的新势力，而且顶着华为的名号，就算定价偏贵，那很多用户也认。普通版有 i5 版比 i7 便宜了1000块，但是改了个外壳材质的微容典藏版，就比普通版要贵2000块了，而且是 i7 起步。那为了感受下这个墨蓝色的微容材质，相比最低配，那只能多掏3000块了。虽然外观设计看起来不像戴尔那么惊艳，但是这个微容材料摸起来真的非常舒服，算是一种低调的奢华吧。感觉这钱花的还行。9299元的 LG Gram 14寸白色 i5 16G 512G， 外观算是最普通的，白色外壳看起来像塑料，但实际上是镁合金，主打就是重量轻和续航长。其实是有256G 的版本的，便宜300块钱。两个容量的三星 PM911硬盘价格其实只差150元左右，但是256G 真的不够用。所以就让厂家就多赚我150块钱吧。4个笔记本都有自己的特色，虽然我一开始就想说，英特尔12代酷睿真的续航太烂了，已经严重影响正常使用了，但是没有办法，高端 Windows 轻薄本它就几个可选，矮子里边拔将军吧。4代轻薄本的外观都有较大差异，其中除了 XPS 版都是14寸大小 ，MateBook 最大为14.2寸 ，XPS 明显比其他小了一圈，是13.4寸。不过别看 XPS 小，屏幕的规格倒是这几台里面最高的，分辨率3456×2160，刷新率60赫兹 ，OLED 面板，支持触控，实测最高亮度399尼特，色域很理想，达到了100%的 sRGB 覆盖。屏的差异倒是并无突出，为1.62啊。不过看国外这几天报道 ，OLED 的版本它居然有屏幕脱落的问题。戴尔呢回应说是因为第三方粘合剂出现了问题而松动。美国戴尔那边正在联系客户更换，挺无语的。不知道国行是什么个情况。屏幕仅次于 XPS 的是 MateBook， 分辨率310×2080，刷新率90赫兹 ，LTPS LCD 屏幕，也支持触控，实测最高亮度552尼特，是4代机子里面最高的。在默认下达到了99.5%的 sRGB 覆盖，在 sRGB 模式下达到了95.4%的 sRGB 覆盖，屏的差异为0.85，也很不错。X1 Carbon 的屏幕分辨率为2240×1400，刷新率60赫兹。IPS 面板，不支持触控，最高亮度336，色域和大意的表现并不理想，尤其是屏幕差异仅2.99，伽马值偏移的有点多。规格最低的是 Gram， 分辨率为1920×1200，刷新率60赫兹 ，IPS 面板，不支持触控，最高亮度389尼特，色域覆盖表现还不错，有99.8%的 sRGB， 但是差异就垫底了，高达3.84，像是完全没有校准过的样子。LG 的控制软件里有个专业模式可以开启，但是开启之后，参差异就会报错无法判断前后的区别。支持触控的 XPS 和 MateBook 均是镜面屏，用久了难免会指纹印一堆，需要频繁的清理。而不支持触控的X1 Carbon和 Gram 都是雾面屏，
C 面键盘布局 XPS 最有特色，整体性非常高，每一个按键的面积也大。F 键区为触摸式，按下 F 后，图标会变成相应的功能键。开机键支撑指纹识别功能，但是没有标注任何的标志，并且融合在主键盘里，不去特别注意，很有可能不知道是开机键。开键的按压力度比键盘强一些，系统内没有做防误触功能，触摸板也和下半部分融合在一起。不过不要以为这一整片玻璃都是触摸区域，实际上只是在两个 Alt 之间的是触摸板。触感反馈则是通过马达振动实现，优点就是触摸板不会往下沉，整个的区域的触感反馈都是一致的。普通的触摸板在顶部按压要用力气和底部完全不一样。MateBook 的键盘设计相比之下就大众化了一些，开机键支撑了指纹识别功能，独立放置，没有什么特别亮点。触感面积这是4台机器中最大的，也是振动式的触感反馈。触感反馈需要的默认按压力度要比 XPS 略大一些。不过能调节按压的灵敏度和震感强度。值得一提的是 ，MateBook 的触控板有大量的手势快捷键，可以在华为控制中心里面打开学习，例如指节敲击屏幕截屏之类的。在边缘区域进行滑动调节时，还会模拟类似滚动的颗粒感。整个触控板使用体验、功能都比其他几款要舒适不少。X1 Carbon 的键盘设计依旧是 ThinkPad 的老传统，小核点和触摸板上的实体按键都还保留着。开机键支撑了指纹识别，并且独立放置。X1 Carbon 的方向键是这4款笔记本里面唯一采用近似全尺寸设计的，这点其实做得很不错。用过人都知道，半个键大的上下键究竟有多难用。X1 Carbon 的触摸板也没什么好多讲的，主打就是一个传统，面积也是这4台里面最小的。可能他还是希望用户能多用那颗小红点吧。Gram 键盘也很普通，随机还附送了一片键盘膜。键盘膜的右上角还给开机键让了一个位置。你和其他几款一样，开机键也集成了指纹识别吗？并没有。Gram 是这4款机片里面唯一没有搭载指纹识别的。触摸板是玻璃材质的，配置和设计很大众化，和普通笔记本无异。第一面的散热设计分为2派 ，XPS 和 MateBook 均为两侧进风 ，X1 Carbon 和 Gram 为底部进风。出风口则都在屏幕的转轴处，实际的性能释放和散热测试会在稍后测试。接口配置也分为2派 ，XPS 和 MateBook 以 USB Type-C 为主，其中 XPS 做的比较绝，它只给了2个 C 口，左右各一。虽然送了2个转接头，一个转 A 口，一个转3.5音频啊，这个接口配置怎么看怎么小气。2个 C 口均支持雷电4核充电功能，功能虽然强大，但是整体数量真的太少了，因为充电口就要用到1个 C 口啊。不搭配扩展坞的话，用起来就比较费劲了。MateBook 相对就慷慨许多，一共给了4个 C 口，左右各2，甚至还有极其先进的3.5毫米音频接口，附带给了一根 C 转 A 的转接线，其中左侧2个 C 口支持雷电4，右侧为推功能的 USB-C，4个接口均支持充电功能。这下算是功能和数量都比较齐全了。虽然日常使用可能依旧离不开转接，但是比 XPS 好多了。X1 Carbon 左侧为2个支持雷电4的 USB-C。5GB USB 和 HDMI 2.0B， 右侧为3.5音频、SIM 卡槽和5G USB-A。没错 ，SIM 卡槽支持 LTE 机型的 X1 Carbon 内置一张 SIM 卡，需要实名认证，可以实现4G 上网。这张卡只能在 X1 Carbon 里面使用，插到别的设备上会被锁定。我们也拿了3大运营商的 SIM 卡都试了一下，发现移动的卡无法识别，电信和联通能够正常使用，高的能跑到约60兆的带宽。当然，这个速度和你身边基站和数量的质量有关。而自带的 SIM 卡内送了1年每个月15G 的不限速流量，这个东西对于一些常年需要出门上网的用户还是很有用的。Gram 左侧为 HDMI 2个支持雷电4的 USB-C 和3.5音频，右侧为 TF 卡槽2个5G USB-A 和 X1 Carbon 只有卡槽的区别。X1 Carbon 和 Gram 的接口，日常办公什么的基本够用了，不需要额外转接。我个人还是觉得笔记本拖个转接头挺难受的。全 C 口的设计可以实现更薄的机身，而全尺寸接口则可以减少转接，这个点就看个人的喜好了。如果不介意带个拓展坞或者转接线之类的话，全接口设计会更加适合轻薄稳这个定位。但是像 XPS 13 Plus 那样只给2个口，真的太少了，甚至连3.5音频口都没有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起的好头。摄像头和麦克风方面，联想和戴尔作为老牌的 PC 厂家，在规格上面写的比较清楚。XPS 是92万像素，720P 30帧摄像头，屏幕顶部是双数字正脸麦克风。
X1 Carbon 是 1080p 30帧定焦摄像头，带物理反馈屏，4麦克风阵列，支持杜比语音，和 XPS 一样也布置在顶部。华为在官网规格只写了720p 摄像头，实测是720p 30帧摄像头，可以在控制中心软件里面快速关闭。麦克风也是4个，在 CD 面连接处，支持华为自带的 AI 降噪。LG 的摄像头参数上压根就没有宣传，实测为 1080p 30帧，麦克风是2个，在摄像头左右两侧。Gram 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是可以通过键盘快捷键 F1+F4 关闭的。我们实际录一下这几个笔记本的摄像头和麦克风。这是戴尔 XPS 13 Plus 的麦克风摄像头的录像。这是联想 Cineback X1 Carbon 的麦克风摄像头测试。这是华为 MateBook X Pro 的麦克风摄像头的测试。这是 LG Gram 14的麦克风摄像头的录像测试。在隐私安全方面，除了 X1 Carbon 的物理拨片和 Gram 的快捷键，这2台笔记本都预装了 Glance 软件，可以智能检测周边环境，防止隐私泄露。XPS 也有类似的功能，不过数量要比 Glance 要少一些。这4台笔记本都有独立的红外传感器，支持 Windows Hello 人脸识别。阳极配置 ，MateBook 最高多达6个，X1 Carbon 和 XPS 都是2高2低4扬声器，而 Gram 就只有双扬声器了。不过这种报规格参数也没啥意思，直接听一下大家就都懂了。大家可以留言弹幕说一说，哪个音质最好，哪个音质最差。You've got them trained.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What's it gonna take? Have another deep breath. Think before you say. Think before you say. Think before you say. I'll play the fool. You sit and wait. Awkward conversation. When's it gonna change? How has your day been? What else can I say? What else can I say? How else can I say? Your head tumbling around in my head. Can't think through all the words I never said. Lie to cover up the feelings, let it end, it end, it end, it end. Why do we keep on keeping secrets? Why do we keep on keeping secrets?每台机器的实测3维尺寸、自重和充电适备器重量都以表格形式放在这，数据太多了，就不一个念了。Gram 虽然是最厚的，但自重最轻，做到了1公斤以下，其他3位选手都在1.2公斤左右，上手能明显感觉到重量的差距。这点主要得益于 Gram 的镁合金外壳，算上适备器的重量之后，依旧是 Gram 的总重量最轻，和 MateBook 自重一样了。而其他3位选手都在1.5公斤级别。如果对出行重量特别敏感的话 ，Gram 毫无疑问胜出。其他3台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适配器的设计又是各显神通。最赞的是 MateBook 就像一个大号手机充电器，适配器直插，再通过 C to C 的线连接，总长度1.8米，功率90瓦。XPS 的适配器需要2端插线，市电线长90厘米，C to C 线长1.8米，功率60瓦。X1 Carbon 的适配器仅市电端可以分离，市电线长1米，三角的插头非常大 ，C 口端长1.8米，功率65瓦。Gram 的适配器和 X1 Carbon 大致相似，输出端不可分离，但是这个市电线和前面一比可以说是非常廉价，可能和你20年前用的台灯差不多吧。甚至适配器和电线的白色都有色差，长1米。C 口端长1.5米，功率65瓦。顺便说一句 ，Gram 的 AC 面和地面白色也不一样，加上适配器，一个笔记本4种白，五彩斑斓的白。手机厂商和传统 PC 厂家设计思路区别，从充电器的设计上就可见一斑。从简约变现角度来说，还是大号的手机充电器方便一点。4台机器的内部配置键表 ，XPS 13 Plus 和 MateBook X Pro 微容典藏版最低配都是 i7， 用的 CPU 是相对高端一点的 i7 1260P。X1 Carbon 和 Gram 因为有低配可选，为了省钱，我们就选购了 i5 1240P 的版本。这里还想再吐槽下 ，XPS 13 Plus 在很多地区都是有 i5 加1080P 选配的，甚至屏幕都有4种选项，
1080P 分非触控和触控 ，OLED 3.5K、IPS 4K。相比美行有这么多可选项，国行只有 i7 加 3.5K OLED， 只能选择内存、硬盘容量和颜色。内存大家清一色都是16GB LPDDR5 5200C60，硬盘除了 MacBook 外都是512G 的 PCIe 4.0顶级固态，三星 PM911。MacBook 的硬盘从各个软件里面都只能看到名称是 PCIe 8 SSD 512G，很多人猜测可能是智泰的 PC05，反正是 PCIe 3.0的盘，相对于1万多的售价有些拉垮了。而且华为从512G 固态升级到 1TB 固态要多花1000块钱，实际上差不多规格的硬盘差价只有200-300块钱。真的，硬盘从512G 升级到1TB需要花1000块钱，这都忍了，但是还给个 PCIe 3.0的盘，很无语。我们店铺潮玩国度数码里面，1TB 的 PM911才700多，1TB 的3.0的 PM981A 只要600左右。真的，这些笔记本厂家不选人家手机厂家好的地方，坑消费者钱的地方不是自通。另外3个笔记本的 PM911略微不同 ，Gram 用的是公版00B00的911，2.8A 的版本就是我们店铺日常卖的型号。XPS 和 X1 Cover 用的都是自己品牌的定制版，戴尔是2.1安，联想是2.9安，和零售版980 Pro 一样的满血版。CDM 的跑分看起来都差不多。XPS 在戴尔官网的驱动页面还有很多其他型号的 SSD 固件，推测固态硬盘会混装。虽然厂家选配 i5、i7 差了1000到2000块，但其实1140P 和160P 两个 P28 系列 CPU 从规格上来看非常相似，只有3环大小区别，甚至和 H45 的12500H 的规格也几乎一样。不得不怀疑 H45 系列和 P18 系列就是同一个东西。性能发挥很大程度上就看功耗限制，日常办公使用就更难用出区别了。后面我们也会对比这4台笔记本的 CPU 性能，所以我觉得正常用户能买 i5 就行了，多花1-2千升级 i7 真的是用不出区别，当然不差钱的用户无所谓。看完了规格，我们进行实际的测试。由于每台笔记本都有不同的性能模式，多的像 XPS 和 Gram 有4档，少的像 X1 Cover 只有简单的风扇转速切换，说是只能通过 Windows 系统里的电源策略去修改，但一般人谁会去动那个东西？我们把所有的性能模式都测试了一遍，测试负载为 AIDA64 单烤 CPU， 时长20分钟。接下来的图表会比较多，为了避免视频太过枯燥，就不一一去念每个数据了，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暂停观看。XPS 在性能模式下开始有半分钟的真男人时间和5分钟的次男人时间，长时间功耗强则落到28瓦，默认模式在20瓦上下跳动，而速冷和安静模式就只有10瓦出头。P 核频率和E 核频率基本是遵循功耗强的规律分布，不过在速冷和安静模式下 ，E 核的频率明显降低了不少，温度也不高，速冷模式仅56度。MacBook 的高能模式长时间功耗强也是30瓦，但是真男人时间明显要更短。平衡模式下功耗强为25瓦，差距不是很大，导致两种模式的频率和温度表现也没有太大区别。X1 Cover 没有性能档位选择，只能按 FN+T 选择自动分散的开关，自动转速时的长时间功耗强仅17瓦，非常的低。也就能和 XPS 的安静模式比一比，温度其实看着也不是很高，70度出头 ，P 核只有约2G 赫兹，性能释放非常的保守。Gram 的功耗曲线看起来比较抽象，高性能模式下能维持约25瓦的长时间功耗，低性能为12瓦，正常模式则在两者之间来回横跳，无噪音模式在6到8瓦之间波动，频率和温度也随着功耗强的变动呈现一样的趋势。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无噪音模式下，E 核的频率甚至比 P 核还要高。看来主要限制的是 P 核的性能释放，很合理。在各自最高性能模式下进行 3D Bench 的跑分，也能看出来各自的 CPU 性能释放能力。XPS 和 MacBook 虽然都是约30瓦功耗强 ，XPS 甚至略低一点，但 XPS 的运行时的频率却更高 ，P 核达到3.1G， 比 MacBook 高了0.1，最终导致跑分也是 XPS 领先。Gram 排第3 ，Gram 14的 i5 140P 10分钟的跑分成绩，也就比 MacBook i7 160P 低10%左右。而X1 Cover 得分就比较难看了，尤其是10分钟长时间测试的成绩，223的得分甚至只有 XPS 的1半多，明显是过于保守的性能释放导致的。Adobe Puget 的3件套由于测试的时间较长，几台笔记本功耗一直在变动，导致成绩并不稳定，这边仅供参考。大体上看，依旧是 XPS 最强 ，X1 Cover 最弱。每台笔记本在各自最高性能模式下压力测试的键盘表面温度如图。XPS 的键盘由于承担了一部分进气的功能，整体温度是最低的。MacBook 和 Gram 的键盘发热面积明显要大一圈。这3台机器温度最高的键帽都在46度上下，差距不大。X1 Cover 的温度就很离谱了，左边能到52度，右边就比室温高点，冰火两重天。特别是充电口附近的表面温度，你左手肯定会碰到。风扇噪音倒是都很小，嗓门最大也只有41分贝。
拆机看一看实际的散热规格。这里说一下，华为的 MateBook 的拆机最为麻烦，有2个螺丝在脚垫下面，还有保修贴。那这个机子我们就不拆了，用的比8评测室的拆机图。散热规格 ，X1 Carbon 和 Gram 的最少为单热管单组鳍片。X1 Carbon 使用了2个小涡扇 ，Gram 使用了1个大涡扇。Gram 的地面看着有这么长的一条开孔，但是内部基本都用胶带封住了，只留下了小半部分进气。这份开孔也没有正对涡扇，而是在 CPU 处。可能是想通过右侧平轴和地面开口进风，给硬盘和内存也带来一点气流吧。值得一提的是 ，Gram 是这4代笔记本中唯一能额外扩展一块 M.2 硬盘的型号。为了控制重量，这块 PCB 上都挖了几个孔，但还是有2个 M.2，真的是值得称赞的。其他几款只能更换硬盘了。XPS 使用的单热管加双鳍片组 ，MateBook 最豪华，使用了均热板设计，2组鳍片和风扇，在同样30瓦左右的功耗下 ，CPU 温度比 XPS 低了8度。XPS 是性能释放最激进的，但是代价就是 CPU 的高温。整体的键盘温度倒是不高，也没有之前一些人说的那么烂啊，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更烂的 X1 Carbon。接下来，轻薄本的消费群体最关心的续航。众所周知，由于调度问题 ，Windows 笔记本的续航一直不理想，那英特尔的就更差了。X1 Carbon 官方页面都说了啊，12代 P18 处理器的续航比11代还要差，反而 AMD 现在续航要好一些，但是高端笔记本基本都是英特尔的。可能处理器的生态的改变比处理器性能的改变要更难一些。我们也来看一看这几款里面有没有相对持久一点的选手。所有续航测试关闭自动调整亮度、显示优化调节和低电量自动进入节电模式，性能模式均为默认档，屏幕亮度保持160尼特。测之前再回顾下各选手标称的电池容量 ，Gram 最大的为72瓦时 ，MateBook 为60瓦时 ，X1 Carbon 为57瓦时 ，XPS 为55瓦时。再看一下 PC Mark 8的续航测试。XPS、MateBook 和X1 Carbon 都在3到3个半小时之间，只有 Gram 达到了5个半小时，而测试得分只有 XPS 比较低，为3570分，其他3台都能达到4000分以上。挺有意思的，在插电情况下 ，XPS 性能释放最低劲；不插电情况下，反而性能释放成了最保守的。PC Mark 8的续航毕竟是理论测试，为了更好的模拟用户的实际使用续航，我们也向飘哥要了他们用的 GLBC 续航测试脚本，测试一共包含 Excel、PPT、Word。网页浏览、视频播放和 QQ 群聊6阶段项目，期间后台运行网易云播放音乐，但是关闭扬声器。每个项目10分钟，1轮测试1小时，再不断重复。这项测试模拟了用户实际办公使用环境，更贴近现实。而这项测试中 ，Gram 的成绩领先更明显，达到了6小时以上，是X1 Carbon和 MateBook 的接近2倍。当然不能光看个成绩，还要分析一下背后的数据。我们统计的每台笔记本在运行测试时的 CPU 功耗曲线可以发现。X1 Carbon 虽然插电情况下的性能释放是最差的，但是不插电测试时候 CPU 的平均功耗竟然是最高的，也就怪不得续航表现不理想了。而 Gram 不仅 CPU 功耗低，显示屏规格也是4热容最低的，同时还拥有最大容量电池，毫无疑问能够成为续航的赢家。而 XPS 和 MateBook 的 CPU 功耗虽然没有特别高，但是要考虑到它们有一块高分辨率的触控屏，这也是耗电大户，导致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其实这张功耗曲线可以再把联想拯救者 Y7000P i5-1500H 的测试功耗曲线放进来对比，就会发现游戏本做 GLBC 的续航测试时的功耗虽然高，但也没有高出特别多，而且得益于80瓦时的大容量电池，整体的续航表现其实并没有落后于这些轻薄本。AMD 平台的 R7000P 在关闭读写后，甚至能够达到接近5个小时的成绩，比除了 Gram 的3个轻薄本都要强很多。从续航角度来说，除了 Gram 勉强算是能用级别，另外几个笔记本只能用非常糟糕来形容了。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英特尔糟糕的能耗控制。我们以实际1小时测试中功耗最高的X1 Carbon 为例。CPU 总的平均功耗为10.3瓦，相比 Gram 的6.69瓦要高了快1半。比较令人惊讶的是，浏览网页这一过程中 CPU 的平均功耗居然是最高的，达到了14.51瓦，功耗曲线非常的陡峭，不停的上下波动。可能是网页打开一瞬间 CPU 猛地锐屏一下，反而后一段观看 B 站 4K 视频并打开弹幕的功耗也就11.51瓦，最后一段 QQ 聊天的功耗为9.93瓦，比 Office 办公略高一些。说实话，Word 打字、开网页、QQ 聊聊天，很多人并不会觉得这是多重的负载，但是事实上，在有些笔记本上，这个实际续航的测试甚至比 PC Mark 8的成绩还要差。而目前采用更多的 PC Mark 10的续航测试的强度就更低了，往往会到 PC Mark 8续航时间的2倍，那动不动就是10几个小时的续航。很多频道媒体总是拿 PC Mark 10的续航成绩说事，会给观众带来很大的误导的。更过分的是，有些厂家甚至会宣传有20个左右的小时的续航，比如说 X1 Carbon 官方宣传是14.3小时的模拟办公和19小时的 1080p 本地视频播放。
那我们实际办公测试3个小时的成绩和这个14.3个小时差了4、5倍了，实在是搞不懂这个14.3小时到底是怎么测出来的。联想对这个14.3小时的测试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测试的机型就是我们这个 i5-1140P 的低配版，但是国行并没有 WXGA 的分辨率，也就是1920×1200的屏幕。而且很有意思，加一段话，说是因为12代酷睿核心数增加，所以续航会小于同类的11代产品，看起来挺老实的，就是感觉有些太不给英特尔面子了。华为和戴尔没有去宣传续航时间 ，LG Gram 14官网宣传是23.5小时的待机使用时长，京东那边就变成了本地视频播放和连续网页浏览。说实话，虽然 Gram 14的续航成绩明显强于另外3个，但是23.5小时和我们的测试也差得太多了吧？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浏览的啥网页。这些轻薄本糟糕的续航，根本原因还是英特尔的能效比控制的太差了。桌面端你可以通过增加规格、增加功耗去获取更高的性能，但是移动端上套用这个思路是有很大问题的。笔记本它不是台式机加个电池啊，必须要重视能效比，不能盲目的对核心，而是要有效利用好核心。我只是 Word 打几个字、看个网页就有10几瓦的 CPU 功耗下去了。英特尔为了宣传跑分如何去领先竞品，换来3个小时的续航，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行为。别再沉迷于 PPT 和广告里面12代酷睿吊打 M2了。苹果为什么要抛弃英特尔，自己搞新特？英特尔你自己还不反思吗？4个笔记本里，只有非传统笔电厂家华为在 Windows 系统里的基础上搭配了所谓的 Super Turbo 优化，官方说是智能识别用户场景进行资源管理，但是具体怎么优化的，华为官方并没有说明。我们只能在找的一堆媒体念广告的时候，那大部分都演示了开个直播的网页，再开会议软件，这个时候打开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网页对 GPU 的占用就一下子降到接近于0，我一看觉得很厉害。那实际上这是 Windows 最小化的功能，你手动把直播的页面最小化，此时 Windows 也就不再调用显卡解码视频了，只是解码音频了。确实进行了一定的资源管理，但主要还是靠 Windows 功能。找媒体吹的时候，有些吹得太过了。但我们在进行续航测试的时候，窗口开多了就会自动帮你最小化，在 Super Turbo 优化下，就导致了软件会卡 bug， 没有办法按顺序关闭。所以说我们只能蹲在那边去手动关窗户。我们还特地退出了华为的管家软件，关闭 Super Turbo 功能，再跑了一遍实际续航测试，发现对续航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而比较有意思的是，从华为脱离出去的荣耀今年推出的 MagicBook 14笔记本，官方宣传 OS Turbo 的优化就有提升续航的功能。那这个功能看起来确实有降低功耗、提升续航，可惜在这4台高端轻薄本上还看不到类似的功能，希望能向荣耀学习一下吧。但是续航差的关键还是英特尔的硬件设计，软件方面也只能小修小补。看完续航，顺便我们也看看充电。充电速度则是用90瓦充电器的 MacBook 最快，用时1小时3兆分钟，剩下3个都是60到65瓦的充电器。X1 Combo 其次，用时1小时46分钟。XPS 13用时1小时54分钟。电池容量的最大的 Gram 用时也最短，达到了2小时15分钟。各家都是3段式充电，最高充电功率也基本接近充电器的规格。从充电容量曲线可以看到，比各自标称的容量要多了一点。除了X1 Combo 以外，大概都高了10瓦时左右。难道X1 Combo 的充电芯片转换率很高，只消耗了3瓦时？去864里面查看电池容量，X1 Combo 设计57瓦时，最大53.8瓦时。XPS MacBook 的标称设计和最大容量没有太大差距。Gram 最大容量也少了一点，所以明显不是X1 Combo 转换率高，而是最大可容容量比标称要低。实际上，X1 Combo 在充电的时候接口附近非常热，如果这个时间再稍微的用一用啊，又不用烤机了，只是开开文档、看看视频，表面温度都会50度，非常烫手。Mac X1 Combo 则让人非常无语，表面温度最高，插电时 CPU 性能释放却最差，不插电时续航测试的时候功耗又给的最高。看了这么多硬件的，我们看看软件方面。除了 LG Gram， 其余3台都是 Win11家庭中文版和永久的 Office 2021家庭和学生版。LG 有些独特，装的是 Win11家庭版和赠送1年的 Office 365个人版订阅。订阅制的365相比永久版多了个1TB 的 OneDrive 空间，但是 LG 的宣传页面写的是正版 Office， 只标注的是 Microsoft 的365个人版，并没有提只有1年订阅。笔记本拿到手了才知道，1年以后还要额外付钱，有些坑。虽然大部分个人用户对系统和 Office 都是不会花钱的，其实如果真要花钱买 Office 365订阅的话，家庭版更划算一些，1年300不到价格，可以6个用户5台设备同时使用。这个费用其实个人或者小公司是完全可以承担的。X1 Carbon 和 MacBook 都有自带的电脑管家，集成了杀毒、清理垃圾、驱动更新等功能，但X1 Carbon 电脑管家内没有更新 BIOS 的选项。不过据我们了解，
联想电脑管家应该是只有国行才装的，非国行的叫 Lenovo Vantage。X1 Carbon 国行版除了电脑管家外，还有联想的百音软件，类似于工作控制台一样的。当然里面还有一堆售卖联想自己的所谓原厂服务的，卖的比京东999元的三星980 Pro 还贵的 PM911ETB，3年保的 OEM 型号比5年保的零售版还贵。当然，作为老牌商务本，还有 Glance 软件可以实现人走自动锁屏、检测身后生人靠近、模糊屏幕等一堆安全功能，可能有些用户会用得到。至于这个锁定电脑进行清洁功能就有些滑稽了。XPS 电脑管家叫 MyDial， 杀毒功能是由预装的 McAfee 解决，虽然我到手就卸载了。清理垃圾和驱动 BIOS 更新功能就要由支持助理解决。软件的很多功能都是通过快捷方式练出去的，没有集成成一个整体。MateBook 和荣耀笔记本类似，毕竟以前都是一家人，控制中心继承了很多国人办公常用的功能，比较强调华为手机和电脑的一些互动。电脑上也有类似手机负一屏的功能，自带的应用商店可以直接安装安卓应用，相当于默认预装了安卓模拟器，这倒是挺方便的。Gram 的预装软件很清奇啊，它预装了一套 CyberLink 的全家桶，就是 Power DVD 的那个公司，就当是送了一个低配版的 Adobe 全家桶吧。虽然软件老弹窗，让你去买他们的最新版，插的软件依然是 McAfee 电脑管家 LG Smart Assistance 提供了很多功能，性能模式也可以在这里调整。Gram 也做了驱动更新功能，但是更新的下载速度非常慢，有些折磨人。Gram 也有和X1 Carbon 一样的保护隐私功能和倡导健康使用电脑的 Glass 软件。凑了这么多，时间非常长，相当于做了4个评测视频加对比，也很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做个总结。英特尔中国的市场部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宣传轻薄本所谓的 EVO 认证，号称超能轻薄本，认准英特尔 EVO 标。但是我个人认为 EVO 只是英特尔的营销策略，并没有多大的实际参考用处。一个轻薄本的好坏与是否通过 EVO 认证几乎没有关系。第3版的英特尔 EVO 认证对续航的要求1天外出办公无需带电源，充电半小时，畅用4小时 ，Full HD 分辨率屏幕，无线网络连接和高屏幕亮度的真实使用场景下，至少可以持续9个小时。我个人认为这是严重的虚假宣传，除非你把电脑的待机叫做真实使用场景。由于英特尔12代酷睿非常糟糕的功耗控制，这些万元高端 Windows 笔记本的续航，除了 Gram 14算是勉强能用的级别 ，XPS 13 Plus、X1 Carbon、MacBook X Pro 3小时左右的实际续航简直就是灾难一样的存在。你能想象这是在2022年发生在万元以上的高端轻薄本上的事吗？不仅续航落后于 AMD 产品，甚至比自家11代酷睿的老产品还要差。但是高端 Windows 笔记本又几乎全被英特尔垄断了，所以很多用户可能首先要考虑的，那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经常要不插电使用笔记本，是不是一定要使用 Windows 系统，否则这个续航问题真的太影响使用了。甚至我个人觉得，对一些用户是能用和不能用的区别了。总评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每台机子。戴尔 XPS 13 Plus 优点是外观非常惊艳，颜值高，看上去非常小巧你以为这么小的尺寸和厚度散热应该会很差，但实际上 XPS 13 Plus 的28瓦的性能释放是最激进的。CPU 温度虽然不低，但是表面温度倒控制的不错。售后方面，意外保加上门售后这是全球联保。之前我们也测试过外星人的意外保泼个水，上门给你重新组装一台。其实不是外星人售后好，而是我们公司戴尔的戴尔圈这服务比较好。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是价格非常贵，而且国行明显区别歧视中国大陆用户。在每行 CPU 屏幕都有多个选项情况下，国行强行i7 3.5K OLED 触摸屏起步，最低配价格都要16000。二是接口设计过于极端，只留了2个 Type-C 接口，一个还用于充电。三是虽然在4台里面体积最小，厚度最薄，但是重量却和大了一圈的 MacBook X Pro 和X1 Carbon 没啥区别，只是看起来小却不轻。外壳 CNC 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不少地方是可以多切一点去降低重量的，有一点那种猛看一眼绝世大美女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用久了以后感觉有点花屏。当然，很多人还是愿意为花屏买单的，颜值最重要嘛。联想 ThinkPad X1 Carbon 优点一是有比较便宜的 F 版选择，二是接口非常全 ，C 口、A 口、HDMI 3.5音频都有，对工作使用非常方便，几乎不需要带转接线。三是有 SIM 卡槽，并且送了12个月的每月15G 流量，对于移动办公非常方便。四是售后总算从以前的1年保修升级为2年保修了，虽然没有意外保，但是售后网点非常的全。上门售后加第2日硬件故障修复服务，商务本用户基本不需要担心保修期内电脑故障去导致影响使用。但是 ThinkPad X1 Carbon 讲的好听叫折戟经典，讲的不好听就是吃老本。
不认真更新，所以缺点也非常多。其一，作为一款万元笔记本虽然是最低配，但是屏幕也太烂了，色域色准都比较差，真的就是只能满足办公的需求。其二，非常糟糕，甚至严重影响使用的发热控制。左边充电口的温度非常高，甚至会影响到键盘区。CPU 的热管的高温区域也在左侧，真的是使用时候要避免烫伤。其三，在极高的表面温度下，却是极差的性能释放表现，只有17瓦，明显严重影响了 CPU 的性能发挥。其次是极为糟糕的功耗控制，没有个像样的模式切换软件，不插电实际使用测试中 ，XWCombo 的功耗控制是最差的。说白了，XWCombo 顶着 ThinkPad 老名声，吃了很多行业订单的采购。我了解到，很多产品开发的重点也是针对行业客户的底层硬件安全和批量管理等功能，甚至还有一些定制机型。那对几乎用不到这些功能的个人用户，那这份溢价我觉得就成了智商税了。给人感觉就是贴了个 ThinkPad 的外衣，几千块的机子就可以卖到上万，还一堆企业来回批量采购还是行业订单赚钱。华为 MateBook X Pro 作为非传统的笔记本厂家，还是能看到设计方面的不少用心之处，或者说能看到不少借鉴苹果的地方。优点，第一，3:2的 3.1K 90赫兹触摸屏，屏幕素质非常出色，而且不像戴尔、国行 XPad 13 Plus 强行屏幕顶配16000起步，联想最低配的屏幕素质奇烂，换个好点的屏幕又贵得惊人。华为9000不到买到的最低配版本也是和顶配一样的屏幕，可能手机厂家对屏幕的要求比较高吧。第二，独有功能方面优秀，不管是这块目前我用到最好用的 Windows 触摸板，非常多很实用的手势，还是手机的不少功能上的联动。虽然可能不少功能我用不到，但是很多传统笔电厂商几乎都不去开发的功能，不少手机厂家做笔电都会去做，这点对消费者肯定是有好处的。举个例子，手机厂的 BIOS 基本上都有中文传统笔电厂家就呵呵了。另外3个笔记本音质基本就是听个响纯摆烂 ，MateBook X Pro 至少能稍微听一点。缺点也有，其一，固态它只有认不出型号的 PCIe 3.0，而且只有1个 M.2 接口，硬盘升级价格巨贵。2022年万元轻薄本还没有用上 PCIe 4.0固态，真的是非常令人惊讶。而且这还是在512G 升级到 1TB 要1000元差的基础上。刚夸完屏幕上手机厂的优势，硬盘上手机上一些不好的传统就用到 PC 上了。其二，4个 C 口虽然不像 XPad 13 Plus 只给2个 C 口那么极端，但是对 Windows 笔记本还是不免需要转接，有些麻烦。其三，功耗强略保守，散热规格上看算是4中最豪华的，但是长时间的性能释放有些保守，甚至跑分比 XPad 13 Plus 都落后了一点。其次，笔记本拆机复杂，有螺丝在脚垫下且有保修钳，如果要更换硬盘，必须要付费找华为的维修点。需要注意虽然华为的维修点多，但是很多都是所谓的授权维修点，而且很多没有办法进行笔记本的硬件维修，相比联想、戴尔笔记本售后还是要差一些。说一句期望吧，华为的软件方面做了这么多功能，个人觉得算是锦上添花的功能。如果能在续航方面做出明显的优化，才是能真正提升这台机子的竞争力虽然这主要是英特尔的问题，即使华为这种主打爱国的企业，也不可能不去用美国的芯片呀。一通操作猛如虎，一看续航3小时，很无奈。LG Gram 优点，其一非常轻，1000克不到的本体重量明显低于另外3个产品，甚至加上适配器重量也和别的本体重量差不多。轻薄本我个人认为薄是表象，轻是本质，体积做的小，我个人觉得不如体重做的轻。其二，支持硬盘扩展，很难想象最轻的笔记本还预留了一个 M.2 硬盘位，另外3个全都没有。虽然轻薄本不强求一定要有2个 M.2 硬盘位，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其三，续航明显优于竞品。虽然12代酷睿的 Windows 笔记本大家普遍续航糟糕，但是 Gram 14至少是能用的级别，出门半天使用还是不需要担心电量的。另外3台就跟电动车的续航焦虑似的，刚用没多久就要考虑在哪充电了，太难受了。其四，接口齐全 ，C 口、A 口、3.5毫米音频、HDMI 都有，甚至还有个 TF 卡槽。日常办公几乎不用额外转接。不过 Gram 的缺点也非常明显，第一是购买渠道非常少，我们购买的时候只有京东自营有售，天猫旗舰店都没有12代的 Gram 14，而且其实也不是 LG 官方开的。现在看到是有售卖了，不过还搞什么拆机改硬盘的操作。那 LG 笔记本整体的销售渠道都很少。其二，售后差。LG 虽然是个国际大厂，但是主要以家电为主，电脑类也就是以显示器为主。LG 笔记本甚至在地面上都印了是在南京工厂的具体地址，但是南京居然都没有笔记本的维修点，甚至江苏都没有，笔记本只能发到北京去售后。
而且售后时间是整机1年，主要部件2年，主流都是整机2年保修。其三，外观做工相对于万元级别的售价差了些。镁合金的外壳虽然轻，手感也不错，但是看起来跟塑料似的，而且适配器给的线异常廉价，主机加上适配器一共4个白色，外观给人一种第一印象不好。不过用了一阵子，感觉内在还行。最后感谢大家把这么长视频看完。Windows 阵营下的英特尔12代酷睿机子的续航问题真的是太影响使用了。除了这个普遍的大问题之外，那每台机子都有很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很难说谁更值得买，只能说谁的优点正好是你需要的，同时你也可以忍受它的缺点，那么就合适你。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看了我们视频你会选择哪款 Windows 高端轻薄本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别忘点个小铃铛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 你们点赞都非常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招美潮玩客。这是潮玩客，我是建哥，下次再见，拜拜。